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陆。大家好，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超级逆转，约基奇又砍3双，围上21+5+5重现巅峰，尽快要让西部大结局。状态低迷，小波特深陷交易流言，无法自拔，再难有竞技状态。NBA 例行赛，丹佛金块队在一度落后17分的情况下，最终以132-129战胜了纽奥良鹈鹕队。这场比赛，金块队的表现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尤其是在拥有约基奇这样的球员时，他们的表现似乎并不如预期。金块队的问题从赛季开始前就被人讨论，球队的薪资空间被4个人占据了大头，而约基奇正处于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球队既不想交奢侈税，又想保持竞争力，还想培养新人，但现实是贾马尔·穆雷和迈克尔·波特的状态下滑，戈登的投篮问题也暴露无遗，金块队似乎成了约基奇一个人的球队，得分、篮板、助攻都是他最多。这场比赛金块队虽然赢了，但赢得并不轻松，他们上一场被开拓者绝杀，这场虽然没有被绝杀，但打得也够呛。金块队现在的状态让人怀疑他们本赛季是否还有夺冠的希望。和雷霆、火箭、独行侠这些球队相比，金块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尽管如此，金块队有约基奇，至少能保证进入季后赛。穆雷和波特的表现和他们的合同不匹配，反而是底薪的威斯布鲁克经常在关键时刻被教练信任。这场比赛，教练最后时刻选择了约基奇、戈登、穆雷、布劳恩和威少的阵容，波特被按在了替补席上。威少的表现确实不错，但金块队缺少能在替补席或主力边缘站出来的球员。本场比赛，金块队虽然有3人得分上20，全队6人得分上双，但鹈鹕队也有4人得分上20。如果不是最后时刻的配合失误，金块这场球还真不一定能赢。只能说金块队的经验和球星能力救了他们，但是如果对手是一支强队，金块队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吗？约基奇的防守被人诟病，但他的精力不可能既用在进攻上，又用在防守上。他的进攻影响力已经足够高了，再要求他在防守端也有极强的表现，似乎有点过分。还有就是看完这场比赛，真心觉得 NBA 的比赛越来越不好看。现在的比赛不好看的最大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想赢，而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也就是到了关键时刻，比赛就不那么好看了。为了赢球，什么办法基本上都可行，比如现在 NBA 大行其道的罚球战术，永远在最后时刻都是罚球大赛，这让比赛的方向完全走偏了，甚至把自己的命交到对面手上。当然，也有观众会说这是改变比赛胜负最好的办法，但是我想说，是否还有人记得当年麦迪的天神下凡35秒13分？当年的走向是麦迪3分命中，马刺2罚全中，麦迪3分命中造成犯规3+1，马刺2罚命中，麦迪3分再中，马刺失误，麦迪3分完成绝杀，马刺快发球投篮不进。但是如果是现在呢？麦迪3分命中，马刺2罚全中，麦迪拿到球，马刺犯规，麦迪2罚全中，马刺2罚全中，麦迪拿到球，马刺犯规，麦迪2罚全中，最后麦迪干脆直接不拿球了，开始跟马刺队真人 PK。之前的比赛最后时刻差3分，所有人期待的都是一次精彩的3分绝杀。现在的比赛最后时刻差3分，落后一方需要第1罚不中，第2罚还需要长篮板并抓在手上，然后出手命中，操作难度大幅增加。说回这场比赛，穆雷还是一如既往的让人又爱又恨。不过最后时刻的关键球投进了，那他就是球迷爱的，他就值4000万。当然，如果能在上半场减少出手，留到第3节发力，那么这样的穆雷甚至可以值得顶薪。所以穆雷对于金块来说就像是含着一颗药丸，咬破了可能会把自己毒死，含嘴里也有可能把自己噎死，只有刚刚好才能发挥它的药性。不过如果金块本赛季的目标仅仅是季后赛的话，穆雷现在的发挥也确实够用了。穆雷本场出战41分钟，投篮19中9，三分9中2，得到27分8篮板4助攻。再来聊聊约基奇。约基奇本场出战42分34秒，19投11中，3分3中2，罚球5中3，砍下27分12篮板10助攻的3双，另有1抢断1盖帽进账，这是约基奇本赛季第11个3双，生涯第141个。约基奇本赛季可以说是扛着金块往前走，他场均上场时间37.5分钟，位列联盟第2，场均30.9分，位列联盟第2， 13.0篮板，位列联盟第3， 9.8次助攻，位列联盟第2，投篮命中率达到 56.3%， 三分命中率达到恐怖的 50.5%。 只能说约基奇目前确实是 MVP 的有力争夺者。本场比赛约基奇在加时赛独得6分，全队13分，主导了比赛的最终走势。值得一提的是，维斯布鲁克本场比赛
赛发挥不错，威少上半场打了13分13秒，在第3节5分35秒再度登场，并且打满了最后所有的时间，5分35秒加12分钟加5分钟，常规时间关键一段外加补防成功。本场比赛威少出战35分48秒，投篮14中9，三分4中1，罚球4中2，拿到21分5篮板3前场5助攻3抢断1盖帽。其实威少打球态度值得很多人学习，甚至一些快要退役的老将，你上场就拼尽全力去打，实在打不了就在场下老老实实坐着，而不是上场刷数据。防守端呢就在那里站着不动弹，这边就不点名批评了啊。再聊聊最近被交易流言缠身的小波特，如果看了这场比赛，大概就知道金块为什么要交易他了。本场比赛的第4节和加时赛，投射跟小波特有次元级差距，但持球和处理球能力显然更强的威少代替小波特出现了。然后约基奇在第4节和加时所有的进球，除了2次篮板点进外，主要来自于穆雷、威少、布劳恩的回球和上球，其中布劳恩的上球有至少2个回合是跟威少在上线做了交叉配合，再流转到约基奇手里。很显然小波特做不到像这样的去处理球，而另一端威少大量对位莫里，让布劳恩在防守端对位锋线，避免吃到掩护，也是让约基奇减少出现在线上，从而防止被鹈鹕打穿身后。小波特很显然也无法接管这样的对位。马龙在找人能够给约基奇上球的同时，能够在上线独立承担防守，这代表着小波特因为腰间盘问题无法下重心，在防守端的移动问题已经影响了金块的下线防守轮转。在进攻端，他主打强投、点缀切入和篮板的属性已经不满足穆雷下滑后金块的持球需要。但是这些不是小波特自己的问题，毕竟他一直就这么打球，而是金块在攻防都有结构性问题后，小波特也是结构问题的一部分，必须找到一笔能撬动现有阵容结构的交易。小波特以上的球员约基奇、戈登、穆雷可以说都是非卖品，小波特以下的球员根本没有交易的价值，或者说达不到小波特的交易规模，所以他就成为了金块的唯一选择。这也就解释了威少为什么会替代小波特成为收官阵容的一员了，以及为什么小波特的交易对象有拉文。其实这2件事的逻辑是共通性的，首先就是进攻端能够多做一步处理，无论是启动进攻还是半程接应，都能在投那一下之外看到其他位置的机会，从而调动防守，累积边缘优势。再不济至少能找到约基奇，因为在金块队理论上只要你能够回球给到约基奇，这波进攻就不至于打得十分僵硬，最差也有约基奇的硬解能力打底。然后就是防守端能够对位后卫，质量先不提，起码不被每个掩护挂住，让约基奇不用为了延误每个挡拆而上提，从而避免阵型破坏，也能保证后场篮板。有观众会疑惑，为什么之前金块就不需要呢？因为穆雷此前状态在线，曾经还有布朗控球，防守端有波普跟布朗承担上线领防的角色，如今这2环也就是持球和领防都出了问题，小波特的毛病就暴露了，优点也就不够用了。但是其实很难说威少和拉文是金块的最优解，考虑到他们都比波特矮，威少远不如波特能投，拉文考虑到切入和前场也不会是比波特更好的无球人。但是小波特在进攻端只能作为约基奇、穆雷2人传导，或约基奇背身单打，或者约基奇压入内线时用强投和切入惩罚防守缝隙的接应位。这招确实难防，约基奇能够很好的牵制对手，但没有后续变化，因为小波特的视野和手法都不支持他看到或者传到远端其他位置的机会，防守方补到就是补到了，在例行赛可能会有效果，但是到了季后赛，对手抓着你研究时，效果可能并不会理想。而防守端小波特必须躲得比约基奇还深，这卡死了金块的对位逻辑。虽然拉文防守也不好，但他定位是对位外线的，跟约基奇不冲突。当小波特和约基奇在防守上重位，我想大家都明白，或许只能留下一个必需品了。而小波特的交易价值和战术地位刚好决定了他是一个不错的筹码。当然，我们不能就此下定论，认为交易小波特是更好的出路，这是2种路线的选择。这么大规模的变动，肯定谁也难说。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请点点订阅，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